好，来看一下元旦的美国真的是非常不平静哦，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恐怖攻击事件。在纽奥良这边，我们来看看画面哦，在1号的凌晨就发生了这样的恐怖事件。一名驾驶皮卡车的男子呢，他在纽奥良的法国区跨年庆祝的活动当中啊，他就驾着这台车冲向人群哦。那男子还开枪击中了2名警察，造成了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啊。目击者就讲说，看到一辆卡车撞上这个波本街的左边行人道上的所有人，甚至还有尸体朝他这样飞过来，听到了枪声。FBI 指出呢，这个嫌犯是42岁的男子，他是德州的退伍军人，曾经在2009年的2月到2010年，部署在阿富汗。那这个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车上有一面伊斯兰国的组织，就是 ISIS 的旗帜。那 FBI 表示说，现在正在调查恐怖组织跟这件事件的潜在关联。那怀疑这个驾驶者不是孤狼犯案哦，并非唯一该负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可能是一起来自于这个 ISIS 的恐怖攻击。那他们说，在车内呢发现了武器，还有一些简易的爆炸装置哦。那官方呢也在该地区找到了一些简易的爆炸装置，因此就代表说他还预备着要引爆，可能就伤亡会更加的惨重哦。那这个嫌犯还在犯案之前 po 文说，受到这个 ISIS 的启发，有杀人的欲望，他还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让人家看得不寒而栗哦。拜登还在记者会里面发表谈话，就说哇，这个事件非常的卑劣啊。那再来另外一个事件是发生在川普的酒店前头哦，拉斯维加斯的川普酒店也遭到了恐怖攻击哦。一辆是这个特斯拉的皮卡车呢，在饭店的门口爆炸起火，造成了1死7伤。那当地的警方讲说，这个 Cybertruck 停在饭店玻璃大门前面，随后就冒烟，然后爆炸。那警方确认之后呢，就发现它里面载有烟火啊、汽油桶，还有露营用的一些燃料。那根据监视器的画面显示呢，这个车辆在爆炸之前的1小时就已经经过川普酒店了，随后折返，并且停在这个饭店前面，然后没有几秒钟，这个车辆就发生了爆炸，也就是说，他先勘察过了地形。那这起爆炸呢，造成了1死7伤。警方现在在厘清就说这个川普酒店的爆炸跟纽奥良的这样的恐攻到底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那根据这个 ABC 他们的报道，他们说呢，这个用的这个皮卡是一样的。那这个警方告诉记者说，调查人员现在试图在理清这双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这个 Turo 上面，就是这个租车的一个平台上面来租用的这个车子，都是共享平台租的这个车哦。那再来，因为是提到了特斯拉的这个 Cybertruck 嘛，这个皮卡车，马斯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立刻这个召集了这个特斯拉的团队来调查。他说，现在这一起爆炸事件跟车辆本身无关，因为所有的遥控数据都显示这个车辆当时在爆炸的时候是正常的，那可能是它内部的一些烟火跟这个汽油桶燃料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爆炸。那随后他还发文说，Cybertruck 把爆炸往上引导，所以连饭店的大厅的玻璃门其实都没有被震破。他说，哎呀，一群坏心眼的叉叉选错了发动恐怖攻击的车辆，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车辆是很安全的，不过还是造成了一些特斯拉股价的一个波动哦。那随后他又在发文说，这个事件可能是恐攻。那但是人家觉得说，这感觉有一种阴谋论，因为它有2个关键字，一个是川普，一个是马斯克，它是不是代表着是冲着这2个人而来呢？冲着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因为马上今年再过没多久，川普就要上任了，是不是有一种警告的意思呢？那再来，大陆的网友有一些评论就是川普在拉斯维加斯的饭店，这个川普拉斯维加斯的饭店遭到了这个汽车炸弹的攻击那上面是用特斯拉的这个 Cybertruck， 警告意味非常的明显代表说美国之间现在党争内斗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现在已经是搏命式的往上发展，也就是说更加的台面化了吧？该不会是要针对川普跟马斯克的一种阴谋吧？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美国这个社会它有3亿5千万人口，可是有4亿支枪，然后呢，这个
这个很多这些杀人的武器啊，在美国都很容易取得。所以美国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怎么讲呢？危险的社会。那这个社会如果说它的和谐，或者说它的这些和谐度被破坏，那么有明显的社会对立，而且是政治跟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对立的时候，非常危险的。而且美国政府用的手段一向也都是非常绝对的。像美国这个常常这些警察办案打死人啊、开枪啊，甚至纽约的这个警察局听说还有直升机那他们办案手段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这个社会如果到了一个临界点要爆发的时候他犯的案子都非常的怎么讲激烈。那这个叫什么？这叫 mass killing， 就是大规模的屠殺。这种案子美国一年发生那如果要调查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多，可能全世界都多。要不然就一个孤狼拿一把枪跑到学校里面对着人打，或者跑到街头上对着人打。然后就是说无目的的杀戮，那这次这个事实上也是无目的的杀戮对，当然有人怀疑他是可能背后有组织的或者说是有系统的这还不晓得。不过这类事情在美国真的几十年前我们就听到现在都没有听死过。然后这次我认为就是说一个 Cybertruck 在川普饭店门口爆炸，这种背后的意涵真的我觉得蛮直接的。我觉得针对性非常强，对，非常强。我想针对2个人，其实这是2个可能将来是1月20号以后是美国最具权势的2个人。对，可是他们这个串起的过程中，煽动了太多的社会的对立，掀起了太多的仇恨。所以我觉得你把别人当作目标，别人也会把你当目标，就是这样。这个人类的社会就这样，所以。很多人都对美国社会未来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和谐度或者社会的对立会不会发展成失控都抱持很大的一个忧虑啦。对，我们不是希望都看别人，希望别人乱不过美国社会他们的政治现在是走2极化发展，而且呢，川普将来上台以后，他对美国的问题采取的这个解决的手段也都是非常激烈的。你美国有1300万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你要把他们都要强制出境，你一年你即使把他强制出境100万，那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互相依附的人口可能就要乘以3乘以4，所以这么大一个人口群已经被你这个标示出来，要让你怎么样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仇恨或者说爆发冲突、爆发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会急剧上升。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些都是川普上台之前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慢慢在发生，迹象。而且川普也不要忘记，他事实上他经历过在选举时候就经历过2次的这个刺杀案子，所以我认为美国社会可能从一个没有高度对立、没有高度社会冲突没有高度这种暴力倾向的一个社会可能慢慢在川普上任以后这些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也会变成川普跟他的支持者还没有去修理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就已经成为别人的目标那而不自知。那这个会给美国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这个不安，甚至将来的一种怎么动乱的可能呢？好，来请教将军。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给各位观众做一个报告。FBI 破了一个记录，美国的 FBI 破了什么记录呢？他今天宣布的消息，他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农夫家里面收到150根的自己做的土制炸弹，钢管做的土制炸弹，这是破 FBI 收到这种军火爆炸案最大一个数量，150倍。那这个农夫来讲，他有一个特性，他有自己喜欢打靶。那他的靶子是以谁当目标呢？以拜登跟贺锦丽当目标。他每次把拜登跟贺锦丽的相片贴在他的当他靶子贴在那边，然后对着拜登跟贺锦丽射击。那我们在对照这个现在来讲，元旦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川普在这个那时候这个落选之后，这个发生国会暴动事件，感觉上面好像川普的支持者、共和党支持者比较激进、比较积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民主党。他有一派积极的分子激进分子也是一样，也是见不得这种川普他的政策来当选，
所以才会在川普竞选期间连续发生了2起这个刺杀川普的案件。那这2起几乎都是差一点成功。所以我们回观在前年的时候，这个2023年，这个欧亚集团他们有一个预测，他认为世界在2024年有10大危机，其中排名第1的就是美国内战。那虽然说是很幸运的，在2024年没有发生过美国内战那种事情，但是我们看到2024年检讨过去1年，其实美国也发生很多让人家动荡不安的事情。除了说是美国这个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发生过2次被刺杀的案件之外，另外德州也有发生闹独立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那时候也说是这个甚至于不惜动用武力来捍卫德州自己的这种边境移民的政策。我们也看到。所以我认为说是，那如果说是对照我们今天元旦一开始发生这件事情，你说这个在川普的这种旅馆饭店前面发生特斯拉的这种 Cyber 这个皮卡车被爆炸事情，你说很难让人家不联想到马斯克跟川普之间2个人现在这么麻吉的关系，尤其是他们2个很多的政策，然后会不会说是影响到一般的民众？其实美国很明显嘛，川普现在就是一种小政府的心态，他这个放任这个他的大企业能够去扩张，那美国来讲尽量少的监管。但这种政策下来，尤其是他的关税政策，我们都能够预想得到，未来的美国一定是一种这个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贫富不均的一个年代。那对基层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可能生活越来越不如意。比如说，我们讲他的关税政策来讲的话，那美国有专家估计过，对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如果说造成通货膨胀，那一般民众来讲，他每年将近要多花2000块钱来满足他基本的生活的物资跟费用。那你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会不会引起一些基层的民众来讲的话，他的愤恨、他的不满？尤其是说像这个阿富汗退伍军人，这很明显的是战后创伤症候群的发生。我们以前有一部电影叫《第一滴血》，也是描写这个越战回去的军人，他在这种反社会的这种观念。那美国你到处打仗，到处开战，那到处都有这种退伍军人，那回来如果说你没有他安抚好，造成他反社会、反人格的这种分裂，我觉得美国来讲，社会真的是会动荡不安。请教杨老师。2005川普即将上台的开年的第一天，1月1号，你就看到美国2场是刻意而且很明显的恐怖攻击，这就是恐怖攻击没有错。那皮卡车杀人，而且他的这个犯案者是曾经服役过美国的军队，驻扎在阿富汗。当然这是10多年前。可是他的出生的背景，从他的名字、照片以及他的身份看起来，他应该就是穆斯林，不确定他是哪一个国家的移民。可是呢，他是美国人，而且还在美国的军队中服役，还派驻阿富汗。不过因为阿富汗严格而言不算是整个中东地区，阿富汗算是这个中亚，所以你就了解到，在美国有多少穆斯林跟移民。事实上，对于美国的就是当权者，以及他们对穆斯林、对中东的政策的这种反弹的跟仇恨，好，那第二种你就看到那种移民或者是反富，也就是美国现在大多数的基本的老百姓，事实上是50%的美国人只拥有美国财产的2.5%，20%最有钱的美国人拥有美国70%的财产。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30%的财产，而马斯克属于那个0.01%将近拥有美国15%的财产，而他现在跟权力最高的川普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在就是拉斯维加斯川普饭店前面爆炸的马斯克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这就是这么清楚的意涵，驾驶也在车上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年之后，大家会看到陆续今年。可能一旦处理不好，川普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更多的美国国内的恐攻、协同式的、孤狼式的都可能会出现。来自于反移民、来自于移民的、来自于穆斯林、来自于这种反富的。好，你不要忘记，在上个月初，美国的联合保险 CEO 被就是一个常春藤的学生暗杀。他已经毕业了。然后呢？结果做的民意调查，40%
18岁到29岁年轻人有40%认为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极度严重，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川普处理不好，美国会动荡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难道川普跟马斯克跟他的团队不了解这个情况吗？所以说不定他刚开始的3个月、半年，在国内的政策会采取比较有技巧，不会放缓，但会有技巧。好，那同时呢，会加大对国际对中国的这种关税跟压制行为，也就是他对国际国内的这种平衡呢，因为这个事件以及担心会扩大变成更大的这种恐攻，好，任何一个这个恐攻，如果这个发生在川普任内，川普就职当天，你现在可以想想看，川普就职当天 ，FBI 跟 CIA 会多紧张？不一定在华盛顿，在任何美国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对未来的川普政府他的国内政策产生极大的挤压跟压力，那相对的，他就要往哪边去了？以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插播一个最新消息哦，就是波音737再出包，大韩航空飞澳门的这个班机哦，出现了引擎供氧异常的状况，所以就赶紧今夏换班机哦。那所以这个状况呢，他们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原本预定这个要在1号晚间，这个消息是上午传出来，1号晚间晚上9点35分从仁川机场要飞往澳门的航班呢，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又紧急做处理。那后续安排了机上的这个乘客改搭了凌晨1点钟的航班。那原定起飞的这个机型是波音737-900哦。那经过了4个小时延迟之后，改为波音737。8起飞，所以刚刚有突发这样一个状况，的确现在祸不单行哦。波音全年的股价已经跌了32%，已经成为现在道琼最差表现的一只股票哦。那其实波音2024年好像也等不到苦尽甘来哦，罢工减薪亏损接二连三的发生。从这个波音737 MAX 出事之后呢，其实波音接二连三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波音的这个要么是螺丝松了，要么是门出现问题了。那后来 FAA 下令减产，就说他们每个月的产量必须要限制在38架哦。那波音因为这个供应链的问题，还有这个品质缺陷，其实就算是38架，他自己都生产不到这个额度。那波音2024年它商用飞机军事项目，甚至在太空业务都在亏损。别忘了太空还有2个太空人被困在外头哦。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波音就算换了这个 CEO 哦，也没有办法阻止现在整体的等于企业形象，还有大家对它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瓦解危机。那还有这个大罢工让大家对于波音更加的不信任，一直到11月才结束，但是显然还没有苦尽甘来。韩国这一场空难真的是把波音的股价再次破底往下沉哦。那再来看到了中国大陆的 C919哦，倒是在元旦这一天呢，有一个新的航班啦。直飞沪港线，我们看到它首航香港用水门里来迎接了这个 C919，终于飞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本土，到了香港这边，现在目前已经有固定的往返航班了。那这个乘客也是大赞说非常的平稳舒适哦，因为他们是采用3舱的布局哦，包含了8个商务位以及156个经济位。我自己也有搭乘这一个，就是商务跟经济我都有去试搭过，真的是非常的平稳舒适哦，而且它这个起飞不会说有些班机起飞的时候会磕磕绊绊的，它就这样很平顺的这样起飞哦，所以真的是讲的所言不假哦。那央视记者就讲说，这个 C929-700型也就是它的基本型，
全长有63.8米长，那这个长度跟这个空中巴士A350波音787的长度相当。那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也在讲，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啊要加大力度打破现在目前在飞机市场啊就是这2家波音跟空巴的独占的垄断市场。C919已经现在杀出重围，它目标是2026年能够在东南亚全面的飞行。那 C919也代表着这个习近平推动大陆向技术价值链上游迈进的一个关键项目啊，今年要力拼通过欧盟的认证，来抢食空中市场。那再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推动了国产晶片来对抗美国。华尔街日报讲说，在中美科技竞争之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汽车使用国产晶片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5%。那比亚迪他们的海报呢，其实多半全部都是用这个来自中国大陆供应商的半导体哦。业界人士讲说呢，虽然他们现在生产的是一些比较低端通用的晶片，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它的这个影响力。比亚迪光是在2024年整年度销量就突破了427万辆，今年还要力推一个天神之眼啊，要来抢占市场了。所以你看到小米也喊话了，雷军立下了2025新目标啊，他跨年还在直播，这个到12点都还在直播。他说2025交付量要达到30万辆。那现在美国的电动车当然是很害怕踹雷弹哦。川普这个动作呢，他说接下来他的补贴就是这个可能要取消电动车高达$7500的这个税收抵免。那特斯拉也在上半年推出了3万美元的这样子的低价车款来缓解冲击，所以他们自己恐怕会因为这个政策影响到自己本身电动车的销量。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波音的股价不跌啊，也说不过去啊。这个公司最主要产品就是飞机，结果呢，飞机出的状况多到这个情况有点多如牛毛。对，因为飞机是飞在天上，在天上出问题的话，真的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要不然就摔下来，要不然迫降的话就是韩国的这个济州航空这个命运嘛。所以飞机是不容许有任何差错的。它要零缺点的这样子的，那你可以说很难，那为什么别的飞机做得到？为什么波音的飞机做不到？而且都是最近它这2型的飞机，波音737-800跟波音737 MAX 啊，这2型的飞机故障率实在太大。对，那这个公司有没有做这个彻底的改革呢？或彻底的一个怎么样来检视呢？事实上没有，它出了事以后啊。像737的 MAX 出事太多以后，很多国家把它的这个让它停飞，不能飞，造成购买737 MAX 的这些航空公司遭受严重损失之外呢，那么那个波音事实上好像不受影响，因为它还是利用它的政治力量在卖飞机。然后呢，这个中间很多这些所谓的吹哨人，波音的内部的吹哨人说，你这个内部出现很多问题，你这个工厂管理不善。你的这个所谓的外包的这些零组件啊，基本上这个通不过安审标准，然后内部还有很多这些人谋不臧的地方，结果呢，这个吹哨人就死掉2个，对，莫名其妙就死掉2个。这是波音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人家把你的问题找出来了，你做了什么改善波音的生产流程，改善波音飞机的这个性能，让乘客坐得安心的人没有啊？只有吹哨人被2个就无缘无故死掉啦。然后呢，美国的这些政客还是到处强销波音飞机啊，包括那个 Lindsey Graham 跑台湾对着蔡英文啊，强销啊。问题我们蔡英文就买啦，对不对？然后呢？他对他的传言有什么改善？没有，所以不断继续的出事。我们希望波音的股价干脆把它腰斩，然后剩下1/3，让这个公司干脆关门最好。因为他做什么事都出问题，包括他的这个太空这个星际客机第一次试航就把2个太空人留在那个留在太空上。对，本来8天呢，现在9个月还回不来，是要最快明年3月。开什么玩笑啊！这种公司。自己也应该说实话，自己检讨一下，自我了断算了，不要再生产飞机还害人啊。对，更正一下，因为跨年了，所以是今年3月。今年3月，今年3月。好，我们来问杨老师。你看，我们刚才讲
军事武器、飞机、大型飞机，然后呢，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各个方面，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它已经不是就是引人注目啊，基本上是在引领全球。那这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其实我觉得川建国的这个说法还真的是不愧其然呢。也就是在这个科技战，什么叫科技战？科技战就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管制、制裁。这个当然就是在霸权要对挑战强权的一种牵制的作为。但是在别的国家其实真的有它的用处。你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对日本那真的是把日本打趴到30年起不来，而日本现在没有什么产业还是可以引领全球的。可是你看到在中美的科技战开始之后呢，中国大陆采取的就是国内替代。那国内替代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说得出来的，你要先投资，要看清楚哪一些领域，投资之后呢，然后你要做研发，研发出来的东西经过市场的测试之后呢，你具有国际的竞争力，而国际的竞争力开始呢，从国内的替代变成国际取代。那你现在看到 C919就是如此啊。2023年5月28号开始首次的商业营运，到现在已经6600班次，9万个1.6万个小时，90万次的人次做过。那到今年1月1号，从上海分香港，对不对？翟轩都做过。那所以他现在有没有具有波音？他已经国内替代了嘛？有没有国际取代？是不是？只是台湾现在不能买这个东西嘛。那你看到像是汽车也是，电动汽车还有半导体，中国大陆在去年的半导体的出口，我没有讲错哦，是中国半导体出口已经来到了1500亿美元。而它如果可以出口1500亿，那它自己内部使用是多少？这边就告诉你，电动车里面15%是用就中国大陆自己做的半导体。对。所以你看，它的国内替代到现在具有竞争力，而慢慢的形成一种国际的取代，甚至领先全球。这个趋势，美国人那个时候看得到吗？川建国，你现在要第2任了，你还会继续这么做吗？来问将军。这个 C919真是走大运了哈。这个去年来讲的话 ，C919首飞，那时候大家还有很多的疑虑，认为它4航正啊干嘛，但是就没想到。这个波音自己出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为止，那连续出了那么多个包。那刚开始只是轮胎掉、舱门掉这些小问题，那一直终于到这个去年年底12月的时候，这个济州航空公司爆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包那当然后续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到底是这个机师人为操作的失当，还是鸟击，还是因为这个保养的济州航空公司自己保养的不善。或者是说这个波音自己客机出了问题，但总而言之是这架飞机出了问题，那不免让所有人会跟他之前去年一整年发生的所有空安事故会联想在一起。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波音的客机会产生很多的疑虑，很多的担心。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 C919这个时候横空出世尤其是去年这个时机点，你不得不说它真的是走大运。我们讲说时也命也运也好，它就这个时候推出来 C919。你要知道，一架民航客机跟一般我们的军用客机最大的不同，当然有几个条件。这个不是所有的军机都可以拿来当民航机。第一个，民航机最重视的就是安全嘛，因为你军机上面来讲的话，你运输机大概就是一个飞行员在飞机上面，或者10几个这个人员在上面，空勤人员、作业人员。但是客机上面动辄一带都是上百人、200-300人，而且都是无辜的民众。在这种状况下，第一个是安全是最重要的不容许任何空安出任何意外。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要经济要省油，因为航空公司以赚钱为目的，那当然它必须要求省油，油钱来讲对这个飞机的性能来讲都很重要。但是这时候波音连续出这种事情，我相信对全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人敢对波音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感在里面。那 C919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有机会利用这机会崛起来讲的话，这个最起码在中国国内这么庞大一个市场，它可以填补 C919的空间。
那第二个，我讲说这个国产晶片，大家不要认为说是晶片一定是手机1奈米、2奈米这种先进晶片，或者是说像 GPU 对不对？好 ，NVIDIA 的这种高阶晶片。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一般生活之中很多东西、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晶片。最常见到就是一辆汽车，一辆普通汽车里面来讲的话，像我们现在去做车子保养跟检查，它只要一连接上去，马上就知道你这车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主要就是晶片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晶片。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这个赖清德的国庆文稿哦，他是讲到说，接下来两岸的观光啊，他抛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小两会哦。小两会他怎么讲呢？他说，台湾期待中国大陆在对等尊严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啊！如果大陆有诚意的话，建议是由台湾的台旅会跟大陆的海旅会来展开谈判，那就是跳过这个海基海协啊，这个两会哦，那就是所谓的小两会啊，那。交通部呢，观光署也讲说，我方欢迎大陆旅客来台的这个立场是不变的，也期盼陆方能够展现相对应的善意，然后呢，努力展开观光小两会来协商哦。但是呢，大陆那边就觉得没有什么诚意啊，你这样子的演讲哦，对于大陆没有半点善意、诚意，甚至是充满恶意哦。这是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的一个看法哦。他说呢，赖清德缺乏健康的两岸心态，陆客、陆生、陆配、陆资、陆媒其实是两岸合作的润滑剂哦，也是两岸经济的及时雨，是开放两岸旅游才是正道啊。那这些日子以来，其实不论陆客、陆生、陆配、陆资、陆媒，都是侧翼口中的统战工具啊。你要不要先管好这些侧翼，再来谈说两岸的交流？不然现在只要去大陆旅游，你就通通都要抹红，或者是大陆人来台湾，不论是哪一个角色来，通通都是要来统战，那你这还有什么好往下谈的呢？你先把诚意拿出来再说。所以你看到联合报就在讲说，陆客再来台，恐怕这样子的讲法，赖清德只是想要摆个样子哦。他说希望小两会这个谈判的前后呢，又是在批评这个中国大陆才是阻挠两岸交流的真正原因哦。后面又在讲说啊，免钱的最贵这样的台语的俗谚，那其实就是在呼应网红所讲的中共统战嘛。那你讲了半天。还说如果中国真的有诚意，为何不一视同仁？他其实整场发言都充满着指斥哦，就是说，好像都在怪罪对方。那这样的喊话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促进互动作用？恐怕是没有吧。那么，这北京近年来喜欢用来警告人的"勿谓言之不预也"，也应该。叫做这个善意规劝喽。那赖清德不像是蔡英文哦，得要仰赖读稿机，但是显然呢，对于两岸事务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啊，所以蛮犀利的一个对于赖清德的一个评判呢。那再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在这个年关的时候，突然展现了好多新型武器哦，6代机跟4川舰。那我们看南华早报讲说，有一些参与这个专案的科学家讲啊，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新一代的战机专案正在推进隐形材料技术的发展哦，那要因应全频段多角度的雷达侦测。那为了要测试隐形涂料呢，他们制定比军方目前采用更严格的评估标准哦，这些材料必须在不同的方向下，这个雷达照射都能够保持一贯性的这个低探测性，甚至还得要测试说他们的排气喷嘴是它这个极为弱的电磁波哦，来检查发动机内隐形涂层的有效性哦，所以规格拉的是更高了。那还有4川舰，大家也是很瞩目啊，这是自主研制的07627攻击舰哦，4川舰日前也下水了。专家也剖析呢，这个解放军的军事技术是有所突破，反映出来长期国家战略走向远航以及扩展海权。那这个6代机的试飞画面近期也是被民众给拍摄到嘛，所以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讲说应该是不是真的吧，就是对于这个消息是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哦，也怕说是不是假图哦。那但是呢，现在随着社群上面流传的影像越来越多，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纷纷就是转向啊，觉得说这应该是代表着中国大陆的军用航空发展是有一个重要性的突破。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中
中日之间的关系哦。中国大陆呢，因为他们最近这个联合海警啊，就是不断在上个月22号有一些这个军演嘛。读卖新闻就讲说，当时呢有包含3艘中国大陆的海军护卫舰，还有3艘海警船，总共6艘船哦，在台湾周边的海域活动。那迹象显示呢，甚至一度还包围到了宫古海峡这边来了。那向东穿越了巴士海峡之后，从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然后向西穿越了宫古海峡，驶向东海，以逆时针方向包围了台湾进行航行哦。所以他们就说，假定冲突的场景，中方可能会封锁宫古海峡这些第一岛链的关键出入点，来阻止境外势力，就是美军来援台这个区域拒止哦。那在台海这一边也会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战的相关准备。那日本现在当然也是很忧心哦，因为有一个消息出来，被揭秘哦。《金融时报》报道，其实早在2013、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就有制定呢，针对日韩飞弹的打击计划。这打击计划里面呢，还包含了民用的设备哦，不只是军事基地、桥梁跟发电机哦。那他说虽然有一点久远哦，但是被认为相当有真实性。那这其中呢，这有包含了160个攻击目标，军事目标只占了一半哦，其他都是民用的目标。那中俄当然现在目前的关系是越走越好啊，在元旦这一天，中俄的元首互致新年贺电，然后巩固双方这个全面作战的一个协作关系，互利合作新时代的中俄关系哦，所以这个更加的睦邻友好。不过另一个消息也代表着日本现在也看出来，要赶快跟中国大陆打好关系哦。石破茂呢，本来在川普上任的时候，日本国内有一些声音说，你怎么好像都没有办法跟川普联系啊？赶快去访美哦。那他现在竟然要推迟去访美的这个行程了。他说呢，这个中国访问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元首之间的信赖关系哦，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必须要累积次数。所以他讲说，现在要暂缓访美，因为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是更加的重要呢？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现在这个两岸关系啊，在短期内是很难破冰了啊，尤其这个赖清德在元旦讲话里面啊，从头到尾都没有用中华民国，从头到尾啊也没有称大陆为大陆或者大陆当局或者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啊。这个就是已经表明他这个台独的立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僵化。那他唯一提到的，好像看起来啊，因为他也把大陆列为什么这个是威权国家，把这个大陆啦，这个他说中国、俄罗斯、这个伊朗啊，这个加上还有谁？加上这个朝鲜啊，他这个是相当落伍的观念，因为连这个。现在川普马上要上台的美国总统都不是这样来分裂的。川普一天到晚跟他讲，他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跟这个普丁也是好朋友。你要知道，习近平上来是另外一个美国的世界观，那是跟拜登完全不一样。我想人家展望今年的话，大家都已经在看到这个变局了，只有赖清德还是活在过去4年当中没有走出来，对未来1年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也很难看到他是真正有诚意。可是唯一看出来他好像对大陆的善意有一点回应的，就是大陆的市长啊，上海市副市长。那么去年12月来台湾参这个所谓的开会的时候，走的时候他说他们要积极推动上海居民来台湾的团客游嘛，对不对？这是大陆丢出来一个很具体的善意。那他的回应就是说，他要台湾的这个文旅会、海旅会，然后呢，跟台湾的文旅会跟大陆的海旅会来进行这个后续的联系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我觉得他既然讲的话，他讲我们台湾的文旅会就应该要怎么样？就应该要主动开始工作了。对，你就跟大陆的海旅会，你讲的对口单位。你把你的具体计划就讲出来啊，对，因为现在的话，大陆人民来台湾还没有开放，对，你没有说要不要开放，你只是要去谈，你到底要开放还是不开放？现在大陆团是不能进台湾的，然后大陆连自由行都不能进来，我想赖清德可能没搞清楚啊，
大陆人民啊能够来台湾啊，要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你要有这些商务的理由，然后个案申请，然后你还要有几亲等的关系，在台湾要探亲的话，你要几亲关，这也是个案申请。然后呢，你说可以申请来台湾观光旅游，大陆居民，那个是限定于在海外居住的大陆人民，或者大陆人民拥有外国的永久居留权或者合法居留身份的大陆人民，或者是在海外拥有合法上学这个念书的这个权利的这些人才能来。大陆14亿人，这些人几千万、1000万都不到啊，所以他对大陆并没有说要不要开放啊。对大陆说我要放团来，那你就说欢迎。那你没有说啊，你是说我们来谈，对，这个就是说，那你怎么谈？所以我觉得他话感觉起来他是有善意，可是内容是空的，对，内容是空的。你现在说实话，需要大陆观光客的是我们台湾的旅游产业啊，对，是我们这个在从事交通产业、旅游产业，甚至这些食品产业，或者是这种我们夜市的这些业者，他们很希望有政府能够让一些最消费力最强、人数也最多的观光客到台湾来创造我们的业绩嘛。那所以我们是很需要的。那我不晓得赖清德，你有没有替台湾的这些业者的利益去考虑？你要放宽啊，你不放的话，你有什么好谈的？你一句话就好，我们决定开放大陆上海的陆客啊，这些所有的他可以就开始申请了，那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有展现善意，可是呢，实质上是零。很空洞啊。那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我觉得今年开始，随着川普要上来，整个国际社会就再重回强权政治。但是这是一种新的强权政治，除了国际的大事，特别是安全、经济秩序由强国来决定之外，传统大概尤其是美国在讲的自由民主跟价值观我觉得已经其实川普把它丢到垃圾桶。外交反而是真正的主轴。那因为全球化并没有中断，其实反而科技的进展进入到工业4.0，所以更多的避险跟交流大家都在做，欧洲在做，日本在做，全球南方都在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赖清德在1月1号的谈话，他第一个完全重复新两国论。刚才大师所讲的，那总共3163个字里面，他没有讲到一次中华民国。他讲到台湾48次，讲到 Taiwan 英文2次，他都称对方为中国。他不断的强调自由民主价值，其实有一点这种就是好像时代还没过来的感觉。他还活在也许拜登的那种虚假然后呢这种摆拍的时代。他所现在面临到的情况，他根本不太了解，在从去年11月开始到去年年底，中国大陆有多少个最新的军事武器呈现出来，而且都是世界第一等，甚至还超越美国。六代机从2019年美国发展到现在，基本上还在建构当中，他放弃了，基本上人家已经2架在天上飞了。然后呢，四川舰空警3000、神雕所讲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把中国顶到等于是世界军武大国。可是同时，他又开放他的市场，他又在许多的开放的改革。你看，连日本都想去中国大陆，然后你也放宽更多的签证跟观光的这个措施。两岸呢？两岸还停留在冷战，两岸回到了冷战。什么小两会？不会的。赖清德的不只是禁止两岸，他还限制台湾人的权利不得组团去中国大陆旅游。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活在过去，把台湾跟两岸关系再往前推到冷战时代。
而他继续在做他的摆拍、甩锅跟虚假的这种论述，那最后牺牲的其实是我们台湾人的权益。对，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我觉得对照习近平的新年讲话跟赖清德的新年讲话，我最有感觉，习近平已经不把我们台湾当作一个对手了。他只讲两岸一家亲哈，大家可能有些人不了解，觉得说，习近平讲话好像比较温和，没有在讲说，两岸之间对不对？这个台湾不可以独立，或者是说这个兵凶战危，没有类似这种威胁的武器。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是，如果结合解放军最近展示出来的武器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是这个大陆解放军现在是不把台湾当做一个对手了。我们看这个6代机哈，这架飞机，我们讲说它的涂料好了，既然你知道，光这个飞机的涂料就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晓得，这个雷达打上去的雷射波来讲的话，你波长这个越短来讲的话，那你的涂料可以薄一点。那波长如果越长的话，我能够反射的距离越长。所以那个漆的涂料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你要又薄又能够反射，又能够阻挡这个雷射波的反射，其实是一种蛮高的科技。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要侦测雷达、侦测隐身式战斗机有一种雷达可以侦测，就是米波雷达，因为机身上面的波长不可能涂到1公尺那么厚的这个漆哈。但你虽然说我不涂到1公尺，我薄一层漆，我一样可以这个吸收你的雷达波。那这就是属于一种高科技。另外来讲的话，这个漆来讲的话，你在高速飞行，如果说是要达到4-5马赫以上的话，这个跟空气摩擦，第一个你有摩擦力，摩擦力来讲的话，就会将这个漆刮掉。那我们看美国的 B2 轰炸机，它每次飞回来重新再保养一次，要这个好几十万美金的漆重新漆一次，因为那个漆被刮掉了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要抗高温，那个温度有时候到，如果说是4-5马赫以上的话，可能温度到1-2千度，那你要抗到这种高温，又耐磨，又不会被摩擦掉，所以这是很高科技的一种，这个光这个漆来讲就不是这么简单。那你更不要讲说飞机的造型。那如果我相信这款6代机，除了隐身功能之外，它的 AI 的这种智慧功能、动态感知，还有它的速度跟它的高度来讲的话，应该现在数据是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想说都应该可以构称得上是6代机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解放军来讲，我们看到它这个076两栖攻击舰你要发展一个海权来讲的话，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海军的武器，第二个你有没有海外的基地。那美国来讲，它在全世界都有它的海军基地，所以它可以发展它海权。另外来讲，它在全世界都部署了，不管是它的这种导弹盾级的这种驱逐舰或者是航空母舰，它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海外都有部署基地。那我们现在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看中国解放军有没有能力达到它的海权国家。第一个，最起码远洋太平洋那边我们不敢讲，大西洋不敢讲但是最起码在第一岛链这边，以及说是所谓“一带一路”到欧洲这边，我们来细数一下，它现在海外基地有多少？第一个，这个缅甸的这种缅甸的云壤基地，然后这个不是柬埔寨的云壤基地缅甸的皎漂港，然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一直到吉布地，它都有海军基地。那如果再加上076这种军舰来讲的话，我相信来讲，它最起码“一带一路”的这个海上丝路带应该可以构建它的海权的基地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